接下来要介绍这一支厉害的，是我近期在试香桌上闻到一个很特别 Narrow Wood。那光瓶子我都觉得它很特别了，因为一般你看到 TT 的这个系列，它都瓶子都不是鲜红色就是金色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是消光黑，对，这个是消光黑哦，很特别哦，很像那个蝙蝠侠的蝙蝠车那一台车哦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味道也是厉害的，给明芳介绍一下。你有喷在身上吗？我前天试过一次，它一开始就非常的木头啦。那我很怕，其实就是很纯粹的乌木的感觉，但是这一支一开始就会让你有纯粹乌木的感觉，可是后来就你闻是木头，对，这一支真的妙了。怎么说妙？这一支它其实是 Tiziana 的月神传说系列。月神传传说它这个是以天文学的概念，它讲黑月，黑月。可是它不是那么单纯去讲说黑月这个天文现象，它是只说他跟他的爷爷他们去米兰的一个旅游的时候，然后在那个大教堂广场中央游玩那天刚好遇到黑月，这个天文学的那个叫什么现象，对，然后他就把那天整个氛围调成这一支香水，对，就在意大利夜晚，你会闻到教堂的木头香，然后整个花香、木头香，反正他很喜欢把情境调在香水里面。他只是借由这个天文学的现象，然后把他那一天的感觉调在这支香水里。厉害，对，听起来就很有创造力的感觉。但这一支很妙，你们每个人闻起来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没有，它在男生身上跟在女生身上会有不同的呈现。真的？对。好哦，那特别一定要赶快来试一下。你刚刚是喷哪一支？我刚刚喷诺拜。对，哪一边？这边。那我要喷这边。好。请问喷手掌心会跟其他位置有不一样吗？我其实会比较建议喷，就是脉搏跳动的地方，真的没位置我才会喷这里。或是像我们现在只是为了要比较介绍比较好介绍这一支啊，你一定要闻它在我身上的感觉。对了，我先讲，这是好像拿了一块木炭在你，我看它在你身上，然后同时又有玫瑰香气一直不断出来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那可能是我对它的那个，我闻不到玫瑰，知道吗？我有闻到玫瑰，在我手上是威士忌酒的香气。是是泥煤威士忌的香味。我看来平常有在喝哦。它真的是超像泥煤威士忌酒的香气，没有，我很怕那个威士忌，好不好？真的啊。我第一次闻到它就说拿远一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所以你反而其实对这一支是既爱又怕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喷在大部分的男生身上都很好闻，是清香，然后带酒气的那种木质香，就有点像橡木桶的香味，很好闻。橡木桶，它其实在男生身上很好闻，只是它在我身上变泥煤威士忌，我有点怕。肥猫试试看，而且我觉得它的木头的味道，其实就光木头本身自己都在变化。一下闻到了木炭的味道，一下闻到了乌木的味道，一下回到了纯木的感觉。我觉得你前面闻到那个像乌木是香附子跟番红花的感觉哦。香附子跟番红花。对，因为它乌木应该等一下后面才会出来。我觉得那个香附子会让你仔细去观察啦，是因为我试了几支里面含有香附子的香水，闻起来都有点像 whisky， 就是有点像酒香。OK， 所以香附子它有点让人家联想到的是whisky 的感觉，就对了。我觉得就是香附子它可能搭配了某些香味，它会有类似酒香的氛围。OK。
所以你觉得这一支它，在你身上的呈现，目前就是酒味会比较多。对啊，因为它的花香是木质调的花香啊。是。依兰、保加利亚玫瑰跟番红花，其实，在木质香调里面走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木质花香的感觉。因为依兰，其实你有闻过依兰的原精，你就会知道它其实是偏动物木质香的花香。是哦，依兰。然后番红花又是偏木质调的花香。所以它那个花香其实。我觉得它只要让前段的那个泥煤感不要那么强烈。OK， 好，那你觉得这一支它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场景？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拍的这2支都很文艺，就是文青啦。你可以做任何文青类的活动的时候都很适合喷。看展览，都很悠闲自在，就是你去要松烟。对，好适合去松烟的时候喷哦。对，不适合去古饮酒。哪里？对，不适合去邻居。可以啊，这个也很 OK 啊。你晚上要去那种高级 club， 很适合啊。或者气场太强，就是气场强，才要在烟雾弥漫的地方，你才能显现你自己啊。对，盖过烟味。对啊。哦哟，这么说好像有道理。是啊。所以是跟那个。你昨天说想买那个有点类似啦，不过那个比较偏，那个还比这个温和，这个更。可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个乌木的骚感呢，我很怕乌木的骚，它是完全没有哦。没有啊，因为乌木在后面。它是干干净净的乌木。你现在闻到其实应该是藏红花比较多。你现在闻到应该藏红花比较多。是吗？我觉得木头比较多呢。真的，因为它可能整个让木头跳出来。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快啊？对。你今天怎么跑得比我还快？因为在手掌心。对。你看它也是油脂丰盛到我的手掌在发亮，连我的手，而且都还有这个，千万不要喷在白衣服上面了哈。这个不会吧？对。它有吗？还是我刚刚抹桌子比较黄一点？有可能。对。我刚刚拿姜黄了。你刚刚有抹吗？不是，我刚拿的姜黄。其实相对众多的乌木里面，我反而喜欢这一支。我觉得它很稳，但是不会很沉重。不会。对。它是清新的。是。但是你一定可以绝对知道它的存在。我觉得它调得很好，是你真的会有觉得。你很像在一个你想想看，你去一个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大的广场前，然后凉风微微吹来，然后你在广场，你可能坐在那个喷水池边，看着夜景，然后享受那个整个氛围，就是博物馆一定很美嘛，是，然后博物馆附近都会有。小广场一定会有花园啊，那种感觉，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或是像黑远就看不到星星，然后你可能因为意大利人，我相信在那样子的广场，他们会就是聊天、喝饮料，因为意大利人很喜欢在广场聚集，喝咖啡，就是很舒服的那个感觉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虽然作者说他是在教堂前面嘛，教堂广场嘛，然后包含闻得到教堂的木头，木头椅，因为教堂他们都是一排一排来，然后这种老的木头椅这样子，在这边做礼拜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有把这样子木头的情境氛围做出来，然后又是非常，因为你进教堂就是安静，就是安静的感觉，这个确实有做出安静的感觉，让人家心情是很平稳、很沉稳的。好，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去祷告的感觉，这样。那同时也闻得到你刚刚说的广场，不过你说的广场，我比较像是欧洲，他们以前古罗马时期，他们的歌剧院其实都在户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而且是圆弧状的，一层一层一层上去。他们的广场都是这样啊，圆弧状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广场就偏这样子的歌剧院形式，圆弧，然后一直阶梯，一层一层上去，非常有这种壮阔的感觉啦。OK， 所以你建议他使用在什么样的时间场合？就是时间肯定应该是晚上合适啦，是吧？就是傍晚之后。傍晚之后，对。那场合呢？晚上的博物馆。
那是博物馆惊或是魂夜吧？你去看，或是你去看表演啊，看表演、歌舞剧啊，看舞台剧啊，是。或者你晚上下班后跟朋友在户外的聚会，譬如说你们要去散步啊，或者是户外的，现在不是很流行露营啊，户外的饮食啊，露营好适合哦。露营哦，我就突然觉得露营的时候喷这一支超适合的。是哦，因为萤火，然后你在户外，然后现在去露营的人，我基本上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户外享受，然后大家都是去户外喝酒的，对，我觉得超适合的。都已经要去露营了，还有人在那个喷香水吗？不是就闻大自然的味道吗？有的应该不会，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喷啊，因为他们会怕引来那个太香会引来那个蚊子跟对小黑蚊。小黑蚊，你不用喷香水，它就没有，我觉得当然不是叫你晚上的时候喷，你要出发去露营的时候，你就要先喷好啦。心情。对啊。OK， 好，那我觉得这个适合晚上。那无论任何形式的活动，跟朋友聚会，或者自己一个人走在都市丛林间，也很合适。好，享受你自己的时候。那看看新鲜的东西，就是一个晚上舒服，自己陪伴自己，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做些什么样的活动，都很 OK 的。有一个晚上的场合很适合喷这一支。请说。要去参加品酒会的时候啊，品酒会。橡木桶带过去，对啊，哇，他们一闻就觉得，哦，你这个是相当有品味哈。对呀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前调先介绍到这边。真的，等一下来感受它后面。是，我知道它后面变化还会不一样，蛮大的。对，它会进入花香调，对不对？大家给它1个小时以后才有可能。我们1个小时之后再回来讲它的后调。真的。好，我觉得我到现在还在藏红花。你还在藏红花？对。我要吃胡椒饼啊。好，那要吃胡椒饼了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好，开始哦。后调回来了，这一支近期超强作品的乌木，后调怎么样？我的花香越来越明显。我的花香越来越明显。对。我看。我的很香哎。我今天走的比我更跳。我今天走的比你慢哎。但是我的是饱满的，我的是后调是饱满的乌木带着圆润的玫瑰。我是很香的花香乌木，对，很香。那这一支一直让我想到近期我也很喜欢的一款 Initial 的那个。你是说原子玫瑰吗 ？Side Effect 原子玫瑰。是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吧？不是，这是原子玫瑰吗？不是。是啊。这不是原子玫瑰吗？不是啦，不是。Side Effect 是哪一支？不是 Side Effect 是边际效，不是 Side Effect 是那个副作用。副作用。副作用这一支我蛮喜欢。我觉得有像哦。这个比较甜。这个比较甜。对，这个比较沉香。这个我现在乌木。我现在沉香味道是蛮明显。我现在是乌木多一些，玫瑰大概60比40吧，玫瑰40，有啊，闻得出来。我还是觉得我手上的味道很像whisky 酒的橡木桶的香气，还是停留在橡木桶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。你知道有的威士忌，我一开始是泥煤威士忌，我现在变成带花香的威士忌酒，有吧？你闻，是不是像花香的威士忌？你沉浸在凶手那里就对了啦。这个是山不是，这是这个。没有，这是这一支。这是尼洛奥的。对。这是尼洛奥的。这支其实，我觉得啊。它就是要来试在身上，然后你让它在你身上走，你就会知道你为什么要收它。它真的味道其实呈现得很好，而且它会让人觉得进入一种夜晚的神秘感。我觉得这个男生喷在身上，我一直很想闻诶。会
如果是男生喷在身上，会给人家有一种它的深度，让你永远探索不尽的感觉。他不是一个肤浅的、讲不出内容的人哦。他感觉就是一个穿着很 gentleman，然后不是打领带哦，是你知道那个领巾。领巾我知道，领巾呢、对，对，就是比较有文艺感的那种穿着。是比较有深度的、有气对对质的、对，有气质的穿着，对对对，比较不像我们这一款的。你们那个要配别的啊。运动咖，对，这个男生就是个从歌剧院走出来的男生，就是有一点料，但是却不多话的人，有深度，却不会很外放，让你知道，我懂很多，you know， 对不对？可是会自带亮度吧？自带亮度，我觉得他反而是会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的人。真的吗？对，这一句话蛮深奥的。我喷了这个香水，但是却让对方，更加的凸显，站在把焦点放在，人家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人的旁边怎么会是站这样子的人吗？不是，应该说他呈现的个性。对，这个比较讲到个性，就是真正爱内涵光的人，其实他的焦点反而不是希望大家去注意他，而是他谈论的永远都是对方。就很像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绝世美女跟首相讲话，他谈完之后他说啊，我是全英国，谈完之后我发现我是全英国最美的女人。这就是所谓的对方把焦点放在他身上。是。那我觉得这一支香水类似这样子的感觉。为什么你边讲我边想到吸血鬼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我会想到吸血鬼？他都把焦点放在对方的脖子上。然后因为吸血鬼是晚上出没的绅士，然后他的感觉是有点阴郁的感觉。对。然后绅士完之后就变了个嘴脸。对啊。天哪，真害怕。OK， 那你呢？说说它的后调。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很适合男生。我觉得男生喷这一支前中后段走起来的感觉一定又会不一样。我觉得男生喷这一支会让人想闻它。就是会拉近人家。应该说，人家会想靠近你，但靠不靠得近，那当然是就是你决定了。对。但通常女生靠近男生，通常男生很难回绝了。哪有？不一定啊。你问肥毛就知道了。不一定啊，还是会被回绝吧，又不会来者不拒，还是要看吧。对，他正在看那个暴雷的。到底谁啦？你爆雷啊？你跟我爆雷？不要讲。没有，你跟我讲，我还是会看。我的个性是，就算我知道答案，我还是会把它看完。好，我们还是焦点回到这一支身上。还有什么爆雷？这个吸血鬼的个性。就是，可是吸血鬼给人家感觉都很有深度啊。有啊，而且演吸血鬼都帅哥啊。真的。布莱德比特。我觉得很配嘛。然后这个尼洛奥的这个名字，那个广场也，意大利就很像意大利公爵的名字。OK， 那这一款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？应该乌木吧。对啊，木质花香啊。木质花香。木质花香，对。但是它的花又不要把它想成说很不是，因为它用的也都是偏木质调的花香。对，木质调的花 ，OK。木质调的花你会给它0到10几分？这个我可能不会喷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以男生来说，他真的是9.8分。9.8分。对，男生喷这一支很赞。9.8分，那比刚刚那一支又更强了呢因为这一支比较持久。对，确实，这两相比较，确实这一支是比较持久。但而且刚刚那一支我觉得女生也 OK，那一支是男女皆宜。然后它刚刚那一支我们讲的是诺拜的1001夜。诺拜那一支是舒服，但这一支是很有特色。是。对。 OK。还有它很有特色。然后那9.6啊。
9.8。9.8，好，9.8。我觉得男生喷这一支会增加个人魅力。对。那我来讲讲乌木加玫瑰圆润饱满的玫瑰香。哦。我常讲我不是乌木挂的吧，对吧？对。但是这个喷上去，却让我们这种不是乌木挂的，也想要一直用它吗？对，你会想要去探索它，不会想要排斥或者是觉得啊，怎么那么动物感、腥臭味这么重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款呈现的非常的好，会让不是木质调，让这个不喜欢木质调的人都会想要进一步去欣赏它的。对，OK， 好，所以我刚刚给他分数了吗？还没了，还没。我会给他9.6， 9.6，也算是相当高分的。以木质花香调的这个调性来说的话，非常适合夜晚，神秘，然后值得你去探索，它很有深度。这支一定要来试在身上， Yeah， 你才能发现它迷人的地方。对，好，对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下一支可以来试闻，摆在桌上，那就下一支见喽。这支有魅力的香味。再见。